原来在雷神三部曲中竟还有这么多隐藏的小细节。第一，在雷神三中，所有人都承认索尔是阿斯加德的国王，一旁的洛基也上前表示敬意。但是这里请注意，当他从绿巨人身边经过时，可以看见绿巨人此时握紧了拳头。他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反应，是因为这时的他还是那个暴躁的绿巨人，并不是聪明时的浩克。因此在他的脑海中，洛基就是那个在2012年给整个纽约造成毁灭性灾害的人。而那双紧握的拳头也反映了浩克当时内心的愤怒。第二，在雷神2中，当黑暗精灵进攻阿斯加德时，在几秒钟的镜头中可以看到彩虹桥修复的痕迹。我们都知道索尔在雷神1中把彩虹桥摧毁了，而痕迹的出现代表着他曾经被毁坏过，因此在这短短几秒的镜头中足以看出漫威对细节的用心。第三，在雷神3中，奇异博士用索尔的一缕头发寻找到奥丁时，他用手施展了一个咒语，形成了一个三角状图案，看着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？没错，就是海拉用永恒火焰复活狼和他的军队时地板上出现的图案。不仅如此，这个图案其实早在雷神1中就出现过，当时奥丁对着雷神之锤说了一段话后，这个图案便渐渐浮现出来。第四，在雷神3部曲中，索尔三姐弟他们的很多行为就像是刻在 DNA 里一样出奇的一致，比如亮兵器这一动作，雷神3中海拉双手一甩，出现了2把长剑，而洛基从地上爬起来后也做出了类似的动作，亮出了2把小匕首。不仅如此，索尔在竞技场与浩克决斗时同样是双手一甩，手里出现2把大刀。另外他们3人还喜欢掐别人脖子，比如海拉掐索尔，索尔掐托尼，洛基同样也是掐托尼的脖子。第五，在雷神3洛基和索尔来到地球寻找奥丁这一片段中，奇异博士打断了他俩的谈话，并将洛基传送到了另一个地方，与此同时还给了索尔一个地址。但这里需要注意，这张卡片其实并不是凭空出现的，如果我们将速度放慢，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这张卡片是从传送门中飘出来的。第六，在雷神3海拉首次出现的场景中，可以看到他的衣服有被撕裂的痕迹，甚至还带着一些轻伤，这也就意味着他目前还没有自愈能力。但当他踏上阿斯加德时，就可以看到他在几秒钟内是如何治愈自己的，并且在整部电影中他的头是越来越大。这就是为什么奥丁会说海拉可以从阿斯加德汲取力量，因此他在阿斯加德待的时间越长，他的战斗力就越强。第七，在雷神1众人想方设法把雷神之锤运走这一镜头中，出现在眼前的司机是不是很眼熟？没错，这个正是斯坦李老爷子客串的角色。第八，在雷神2中，我们都知道洛基并没有死在索尔怀中，而是变成士兵的样子回到了阿斯加德。如果将播放速度慢放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内变成士兵，同时还出现了象征性的绿色。此外，在他变成奥丁时，也出现了同样的绿色视觉效果。第九，在雷神1中，索尔的一举一动都被海姆达尔目睹着，但是请注意，如果将这一画面放大，就可以看清楚他眼睛里的倒影，与神盾局中建造研究雷神之锤的基地布局十分相似。而在下一个镜头中，可以看见海姆达尔处于宇宙的某一处，监视着索尔在地球发生的一切。第十，在雷神1中，发现没有人能移动雷神之锤，这里请注意，在慢镜头的播放下，可以看到雷神之锤周围有许多玻璃碎片。或许有人会问，这周围都是沙土，为什么就出现玻璃碎片呢？学过物理的都知道，当沙子的温度达到1650度左右，就会融化成液体，等冷却后就可以形成玻璃。而雷神之锤落下时形成的闪电，温度可达到17000度到28000度，足以达到沙子熔点。所以这就是雷神之锤周围为何会出现玻璃碎片的原因。尽管漫威系列电影属于科幻类型，但是影片中的许多细节也遵循着物理定律。第11，在雷神1中，城镇内的一块写着神秘之旅的广告牌在电影中多次出现，而这个地方正是被称为第一自然美景的新墨西哥州。这块广告牌是致敬了漫画，同时它还是雷神漫画第10期的标题，并且影片中阿斯加德中的人都是出自这本漫画。第12，在雷神2中，索尔的祖父博尔率军入侵并占领黑暗世界时，进入黑暗世界的入口与索尔在复联3中的场景一样。不仅如此，索尔在瓦纳海姆接锤子这一动作与复联4美队接锤子几乎一样。第13，在雷神2天文物理学家艾瑞克·沙维格讲课这一片段，身后的黑板上有许多对漫威漫画以及科学参考的内容，其中包括漫威漫画主宇宙世界的616宇宙、传统物理定律其他维度的十字路口，还有由于灭霸打响指造成宇宙裂缝形成的断层，以及西蒙森的相对理论。这里注意，西蒙森并不是沃尔特·西蒙森，而是漫画中马面雷神这个角色的创作者。紧接着是能提供通往任何已知或者未知现实的连接途径的纽带。除此之外，暗能量和薛定谔的猫在物理中真实存在的。第14，在雷神3索尔将雷神之锤砸向海拉这一场景中，这里注意雷神之锤手柄上的带子，此时正处于水平漂浮状态。至于带子为什么会处于这样的状态，其实是因为索尔在召唤雷神之锤时受到了海拉的阻挠。然而在官方预告片中，同样的场景看起来却完全不同，可以看见手柄上的带子是自然下垂的。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？是因为索尔在预告片中并没有召唤雷神之锤。第15，在雷神2简准备开车这一场景中，请注意车尾的车牌号，这个车牌号其实并不是虚假的，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。如果你在网上搜索这个车牌号，不仅可以看到车辆的信息，还可以了解这辆车在1993年4月29日首次登记。